大家好，我是庄伟鸠今天来跟大家来讨论资料系统架构的演进。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自己以前在交大念书，后来到美国普渡大学攻 PhD， 学的是分散式系统与程式模型的研究。后来到美国 Cloudera 工作这个是一间开发巨量资料平台的公司。我的工作是在这个巨量资料平台的核心的 Hadoop 系统担任开发者的角色。我用一个金字塔来代表这整个资料生态系产生的价值呢，你可以说最底层的是硬体跟软体的部分，在上层是资料本身。但单纯只有资料不能够发挥价值，必须要能够分析资料，取得资料背后代表的意义。上层的 data science 呢，就可以利用例如说统计理论去让人了解并协助人做出决定。现在最红的话题是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机器学习就是让电脑运用演算法，在短时间之内代替人做出决定。这个在商业上有非常多的应用，而 AI 人工智慧则是更高阶，让电脑跟人类一样的思考方式。不过这个部分目前想象跟炒作似乎大于实际的技术发展，那我今天就不多提。在这整个资料生态系当中，我今天想要着重的部分是底层的 Big Data 系统的部分。这个部分呢，还有非常多值得研究和讨论的空间。所以今天我会讲一些历史的背景，还有现在目前巨量资料产生对于资料系统架构的影响，还有目前巨量资料在业界的发展以及应用等等。最后我会讨论目前资料系统的架构如何因应未来趋势的变化带来的影响。今年《经济学人》杂志做了一个封面故事，就是这个故事。它内容是说，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资源不是石油，而是资料。但问题是，这么多的资料是怎么来的呢？事实上，我们现在日常的生活、社交行为都能够转化成数位化的资料，例如说上网购物、看电视、买股票，甚至在 IoT 的时代，机器的运行状态也能够转化成数位化的资料。例如说工厂里的工具机，或者是无人车等等。现在全世界的大企业都在疯狂的收集资料，那他们收集这些资料的目的，是因为资料结合了 machine learning 之后，能够让企业的运行更加有效率之后就能够再扩大市场，收集更多资料，更加的有效率。也因此呢，在新的时代，能够掌握资料的大公司就变得大者恒大。举例来说 ，Apple 的 Siri 语音辨识服务。他们每个人跟 Siri 讲话，那些语音资料就被收集起来之后呢，再利用这些语料去做更多的分析跟训练。简单来说，你每次跟 Siri 讲话 ，Siri 就变得更加聪明。所以收集大量的资料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容纳这么大量的资料的系统。既然这个课程呢是讲资料系统的演进，这边有一张照片，请大家猜猜看这张照片上面的这个是什么东西？这张照片上面的机器是1956年 IBM 发明的硬碟，这么大的硬碟里面的容量呢，高达5MB。这个在当时要传输这么大量的资料，最快的方式呢是什么呢？当时没有网路，所以答案是要用飞机来载它。那经过60年的演进呢，到现在，这边有一张照片是去年2016年 Amazon 宣布的产品，叫做 Snow Mobile， 它是一台卡车。那么这台卡车呢，它可以装载100 PB 的容量，然后就可以把这么多的资料从你的资料中心用卡车载到 Amazon 的 data center 里面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代演进，资料量越来越多，就会需要不一样的储存系统，还有传输系统。在开发这些系统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挑战。今天这个课程就是要来探讨现代的 Big Data 系统是如何应运而生的背景。因此而开发出来的系统的特性，以及现在 Big Data 在各个产业的应用实力，还有未来的挑战。以前曾经有一个很美好的时代，Intel 曾经每18个月就会推出新的 CPU， 速度呢是原本18个月前的2倍。大家可以来看看右边这个图，很可惜你们都没有赶上那个时代，因为大约10年以前 ，Intel 再也无法借由硬体上的改进，让 CPU 变得更快。所以这张图红线的右边。CPU 的速度基本上是停滞的除此之外呢，记忆体还有硬碟的速度也基本上没有进步。虽然 CPU 不再变快了，但资料增加的速度却是有增无减。右边这张图表代表的是全世界目前估计的资料量，大约每年会成长40% 左右。在如此的背景下 ，CPU 没有变快，
，RAM 没有变快，硬碟也没有变快，唯一要解决资料量暴增的方法，就是改成用 multi-core CPU， 程式改成 multi-thread， 或者运用多台电脑的 server 组成 cluster 重集程式要改成分散式的系统，跑在 cluster 上面。但是分散式系统是很难开发的。要开发分散式系统呢，有几个必须要解决的难题，因为这样的程式写完之后会很难理解，你很难确定它的正确性，因为不像 single thread 或 single process 的程式，有好几个 thread 同时运行，你不知道谁先谁后，容易会有 race condition 的 bug。另外，扩展性必须要好，一个好的系统应该要越加更多机器就跑得越快，而没有效能的瓶颈。除此之外呢，还必须要有良好的容错能力。如果有部分的机器故障了，整个系统必须要尽可能的运作下去。最后呢，还有几个基本的概念，例如说 consistency、availability、partition tolerance 这些分散式系统的基本概念。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多提了。我自己的博士研究论文呢，就是要探讨如何要设计出一个好的程式语言，让开发分散式系统不再那么的困难，同时还能维持这些特性。在分散式系统这个大领域之下，有几个常见但却容易混淆的概念跟分类，所以我在此简单的说明。一个概念呢是 HPC（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高效能计算。一般这个词呢都出现在科学计算的领域，你会使用多台电脑来架设重集。为了要达到高效能的计算，必须要使用比较昂贵的高速网络设备来减少网络传输的时间。那你会利用 PVM 或 MPI 等等函式库的软体来做传输。除此之外呢，有个概念是 Big Data。那 Big Data 的概念类似像 HPC， 但通常呢都是用于商业的目的。在商用的环境当中，其实主流还是用 SQL 做资料搜寻。另外 ，Big Data 呢会考虑 Data Locality， 等一下我会详细的说明。简单来说 ，HPC 考量的只是高速的计算，而 Big Data 呢只是又要做高速，但是呢又成本有效的计算。可靠的基本概念是计算资源共享分配的概念，这个部分跟 Big Data 呢是类似的，因为一个大的系统它不会只有一个人同时在共用。一定是同时很多人一起进行计算，所以必须要很有效的去做计算资源的分配。